缺乏作战经验是否在战时必输？对于多年不亮剑的我国来说，一定会输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一直以来，我国都秉着和平发展的理念，以至于对外作战的次数屈指可数。但在伴随着我国近些年来在军事上的迅速发展，很多人对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缺乏实战经验的情况下，各种先进的高科技武器装备是否能弥补经验不足的缺陷？至此，曾经有专家肯定过这一问题，只不过需要把握好其中的尺度。众所周知，现代化战争所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军事领域，还会延伸到经济，甚至是外交等领域。就比如在一场战争中，一旦失去发展经济的时间以及金钱，造成巨大损失不说，而且很难赢得胜利。只有把对自己的负面影响降至到最低状态，与此同时把对敌人的伤害发挥到极致。如此一来，就必须要看我国武器装备水平的实际发挥。但因为作战次数太少，很难获取大量的数据，并进行有效分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实战经验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也不是取得胜利所必须具备的。就拿美国来说，二战时期的美军不也是没有什么实战经验，但是该国仍然依靠先进的武器装备赢得了不少胜利，加上强大的战斗意识，是该国在后来频频取得胜利的原因。现如今，我国军事上的先进武器也不少。海军方面这几年接连下水舰艇055万吨大驱、075两栖攻击舰，还有正在建造且即将下水的第3艘航母。陆军方面，东风系列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东风21D 以及东风26，更是打击美国航母以及关岛的杀手锏。空军方面更不用说，歼20已是被外界说破天的第5代衍生战斗机，还有歼11、歼16等战斗机。英国智库还曾用战机制造举过例子。很多人都知道，我国刚起步时是从苏联那儿学到了不少先进的技术。后来虽说苏联解体了，但如果没有苏联，或许我国如今也拿不出这么多领先世界的机型。例如上述说过的歼20和歼11系列战机。说到这儿，就不得不单独拿歼20说上一番。该战机是制造中最复杂困难的机型，仅是一项隐身技术就卡住了无数想要进军这个领域的国家。不过哪怕是这样，我国却也做到了。如此强悍的研发能力，让多国不得不承认我国的优秀。缺乏作战经验，不代表一定会在战时输得一败涂地。历史上有不少经验丰富的对手，不也曾经败在经验不足的美军手底下？伊拉克就是一个例子。伊拉克在对伊朗的8年战争中积累了充分的经验，结果还不是让美军打败了。至此，美智库就警告过西方，别看中国军方多年不亮剑，真要是认真起来，美军还不一定能够顶得住。中国如今所拥有的硬件装备以及领先的作战理念，可以弥补实战经验上的不足。就在外界认为巴铁会购买歼10C时，巴基斯坦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军事演习，接触14架双座版枭龙战斗机。如今消息指出，枭龙 Block 3战斗机已经开始批量生产，预计在2021年底至2020年初正式交付给军队使用。不买歼10C，该国军方拿什么对抗印度枭龙 Block 3战斗机吗？确实有知情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军方会将枭龙 Block 3战斗机作为新一代战机，并不会像外界所说的那样购买30架歼10战斗机。此外，巴基斯坦军方认为枭龙 Block 3战斗机的性能将会大大提升，改善巴基斯坦空军面对印度空军的态势。众所周知，歼10C在面对阵风战机时优势非常明显，包括巴基斯坦国内民众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巴基斯坦军方购买歼10C只是时间问题。可如今此举却仿佛给了所有人一个耳光。就在很多人疑惑之际，巴基斯坦军方无奈之下说出购买枭龙 Block 3战斗机的辛酸原因。歼10C战斗机是最新版本的我国国产战斗机，单架战机的售价是4000万美元。虽说巴基斯坦对该战机非常感兴趣，但因为购买战机的资金非常有限，在此之前，巴基斯坦军方有沙特等国的资金援助，才能购买枭龙战斗机。印度当前已经接收到法国的阵风战机，巴基斯坦对歼10C的需求也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地步，却因为资金问题只能购买枭龙战斗机。巴基斯坦购买枭龙能打败阵风战机。近日，印度媒体扬言，相比枭龙战斗机，阵风战斗机才是真正的4.5代战斗机，不管是在航程、机动性还是载弹量等方面都远超枭龙。
在战时，阵风战机配备法国流星远程空对空导弹，一定能打败枭龙。这不是印度第一次看不起巴基斯坦战机。在印度看来，阵风战机能够打败巴基斯坦空军任何一款战斗机，果真如此吗？与阵风战机相比，枭龙战机在配备了现代雷达系统的同时，还配备了升级的传感器、软件以及发动机。另外，霹雳15和霹雳10导弹还能帮助枭龙战机大大提高防空能力，甚至可以超过巴基斯坦空军现役的 F-16 Block 52战斗机。虽说作为双发中型战斗机的阵风战机在航程和载弹量上领先枭龙，但在机动性上两者的差距并不大。再者，有消息指出，枭龙 Block 3在使用了俄罗斯升级版的 RD-93MA 涡扇发动机后，使得该战机的飞行性能得到明显改善。最重要的是，有分析认为，枭龙在超视距对空作战能力方面完全能跟阵风对抗。从雷达、体系以及远程导弹这几个方面就足以说明，枭龙未必会输给印度的阵风战机。反观印度一直非常紧张巴基斯坦购买歼10C，好不容易购买交椅炮汤，谁曾想枭龙的各方面性能也不差，看来印度这笑容要僵硬了。直20也有凶狠一面，印度坐立不安，收到来自多国军事专家的警告。美媒所揭露的实情，真是我国心中所想的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直20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通用直升机，虽说诞生已久，但它的定位向来都是后勤能手，似乎与冷酷且富有威慑力的外表不搭。然而近日却有消息指出，直20也有凶狠的一面。通过美国媒体发出的最新照片看到，由中国陆航部队涂装的直20直升机的两侧增加了一对白色短翼，短翼下还挂着至少8枚 KD-10反坦克导弹，说明了中国正计划使用直20直升机进行某种实验，例如类似美军以及国外用户所使用的海鹰、黑鹰直升机的任务角色。另外，由于新加装的短翼以及导弹分别与机体采用了不同的涂装，可以断定可挂在武器的短翼是一款可选装的装备。直20能够根据任务的需求决定是否选装短翼，对该直升机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扩展了直20的任务范围，直接从轻型火力射击的通用直升机变成一款对地攻击以及反坦克能力的武装直升机。值得一提 ，KD-10反坦克导弹最早是专门为直立武装直升机研制的。该导弹采用了主动毫米波雷达复合制导以及半主动激光制导，射程最大可达到10公里。该导弹的综合性能已经超过了美国阿帕奇直升机上所装备的最新型 AGM BA-4R 反坦克导弹。在直升机上加装攻击性武器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此前我国从俄罗斯引进的米格17直升机也不用武装，但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加装反坦克导弹的武装行为。只不过在如今这个时间上出现直20挂载武器的情况，除了要证明该直升机的发展潜力之外，是不是也印证了某种因为现实所形成的特殊需要？我们都知道，武职是一种特技，而在当下国际局势紧张，印度为了较加缓速不断的超能力出各种类型的坦克，让人不由得认为跟印度有关。其实，外国很多军事专家在直20携带导弹起飞时就已经向印度发出了警告，告诉该国在面对中国时必须要小心了。实际上，他们是在告诉印度，倘若印军无法保证制空权的情况下，印度的坦克部队很可能被中国的武装直升机部队所猎杀。例如，印度在边境地区部署的大量T-90主战坦克。对此，美国媒体也加了一把火，称中国军方正计划使用该直升机执行某些秘密任务。很显然，外国人都认为直20携带导弹实验是剑指印度，会对其发动攻击。可分析认为，他们想太多了。直20是与直10比肩的中国新一代坦克杀手，其最大的意义是证明了中国的直升机工业实力摆脱对米17等直升机的依赖。
是对大国实力最好的证明。至于印度，中国要是真在意该国在边境的所作所为，就不会到现在都任由其如此挑衅。